嘿，你们好哈。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那如果你要看久一点呢，你可以按下暂停。如果你已经选好了号码，记得在留言区做一个更强的连结哈。那不啰嗦，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先从选到第1号牌的朋友哈。我们应该是分3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先看一下以前的那个我们习惯看的一个时间的长河，我们先看一下你们2个人的能量跟缘分的一个连接哈。那我们就用大牌抽，我来看一下。我们先从金星的能量开始看哈，来，先把牌翻完哈。好，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位置，这边呢。来，先看这张，你们好，因为今天题目是新恋人抵达嘛，哈，可是我发现你们2个有很靠近的时候了，有很靠近的时候，然后可能是在，应该是说时间的长河来说，你们以前在不同的关系里面有遇见过，不知道是之前的象限里面遇见了哦，我们讲的象限的遇见，我不会讲说是上一世、上一辈子讲，我会说像一些不同的象限讲，因为不知道是前面还是后面之类的。那我觉得你们以前有遇过，有很近的关系过，然后性格上面各方面都应该还蛮契合的，因为这边有一些可以累积下来的一个能量，有在这边有累积过。然后应该有接近爱情的能量，可是呢，因为它逆位了后，我发现它滋养的那个力量所得到的一个收获，好像不够多。可能在你们这一次的遇见的时候，能够被留下来的那一个丰盛的收获，应该说简单一点啦，就是以前你们遇到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好的福气啊、福分或什么的，要来这一辈子来用的，结果好像累积的不够多。这一次会有，可是它就很快就用完了，哦，那你们要自己再去找别的相处方式去累积新的。那他在也不是说不好啦，只是说可能上一次你们遇见的时候，并不是以恋人、情人或是稳定关系、确定关系的那个方式去累积很好的爱啦，所以留下来的没有这么多，这个缘分好像没有应该要存在的那个成分没有到那么浓厚，所以这一次可能就是再一次。但是它这个牌有出现的概念，就是没有让你们那一次结束之后就分开，然后这边的概念就往这边走，表示你们还有一些未了的事、未完成的事在这边还遗留下来带来，还算是有些连结。所以从这张牌大概就可以看出来说，你们的连结并不算是一份巧遇，一份偶遇，一份没有任何关联，然后这一次是你们的灵魂的第一次相遇，看起来是不是？看起来这一次是那个灵魂的再相见。好，来看这里，确实，然后走了蛮久的。那这个位置大概也有在讲说，你们有些约定啦，你们的关系是有约定的。所以当你们在这一次靠近的时候，灵魂可能因为有很靠近的时候，有辨识出对方，有呼喊过对方哦。那这个道理要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像是譬如说你在网络上、社群上他可能是你朋友的朋友，然后你看到的时候有感觉，然后你可能间接的有听过他的事情那你对他的事情都特别的有兴趣，然后但是又因为距离很远，关系的距离很远，所以没得去跨越这个界限，跨越你的朋友的朋友界限去多问，都是听听而已这样。然后你的整个角色2个人的距离的身份上来说，会让你认为说你们应该是永远都不会有关系啦。可是他就只会在你的生活里面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点兴趣听听这样子。这个东西就是你们的灵魂在靠近的时候有在互相呼喊，所以也许在他那里也有这样子的意识到说，有的时候在网络上朋友群，因为你们这样看起来两边的朋友群算蛮近的，然后只是你跟他没有那么靠近，也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但是因为战车牌这边讲的就是说，这一段可能在之前的象限往到这边走了蛮久了啦，所以灵魂会知道是他。
那这代表什么？代表你们如果初见面、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谈话的时候，你们会有非常强大的一种契合感、默契感跟熟悉感，然后不会出现陌生人的感觉。好，一靠近就会有一种我们怎么这么晚认识，这个感觉会比较明确哈。然后我再把其他翻一下哈。这一次的相遇会完全用一个完全不同视野的方式来看待彼此哈。所以这一次的灵魂的再遇见，我觉得这里会看得出来再遇见，因为这两张牌，倒吊人的逆位，这一排的逆位哈，我觉得有突破你们原本灵魂所认为的对方的这个人啦。生活化一点讲，就是这一次对于你们的灵魂的累积，算累积记忆或者累积相处经验了，因为你的灵魂知道是对方，可是你们的这一个象限里这一世的肉体可能要就是一次全然陌生嘛，所以你们会有一种好像底子上很契合，可是又带给彼此很多新鲜感，可是这些新鲜感又充满好奇心，而且很快就会适应。比如说他来自不同的世界，来自不同的背景，你们两个人完全来自不同的工作环境。很奇妙的是你们两个的谈话譬如说一个做设计，一个做金融，然后一般来说你跟其他人在对谈的时候你会很没有兴趣，可是很奇妙的这个人你就很有兴趣，好像他讲着别人你没兴趣的事情，就是你就充满兴趣。为什么？因为你们的语境啊、灵魂啊、熟悉度够，所以你听得下他的话。所以这边就在讲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一个契合度很强，然后蛮明显的，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两章在讲的是以灵魂的角度来说，它是用一个全新的视野来看在同一个灵魂，这个是你感觉不到的，但是它所带来的那个顺畅感会出现还有这张牌有带来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你们两个人开始认识之后，感情的上升概念是有一点点在不认同之中找到彼此的语言模组。怎么说呢？可能你喜欢恐怖片，那他不喜欢恐怖片，他喜欢看浪漫爱情喜剧这样，你也没有不喜欢，可是因为他喜欢，你就变得好像如果要看电影的话，好，那就先选爱情浪漫喜剧，这样你的恐怖片就放后面这样。那你会发现说，他也开始有点退而求其次，就是觉得没关系，为了这个公平起见，那我看看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恐怖片跟你一起看这样子。你们会在这种类似的不同里面找到一种类似妥协的平衡，然后你们的默契跟喜欢就渐渐的在这边被这里的滋养重新在另外一个方向去滋养起来，重新滋养新的东西。只是这种相处得到的果实会在比较后面发挥，或是当你们两个很明确的有互相表达爱意、爱情的感觉的时候，它会连带的爆发出来。它会爆发出什么？这份妥协就会变成不是妥协，这份就会变成是说，我们在一开始相处的时候，就在不断的从一些小细节去尝试磨合，而且是很温柔、很有沟通性的，而且彼此看重的方式。所以再到爱情要确定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信任感就会加大。然后你们这一次的遇见，无论你前面的爱情是如何发展的，这一次的遇到的这一个人，你们都已经学会用完全不同的视野看待一段新的爱情进来。而这份爱情进来之前，其实你们对爱情是很强烈的防备心的。因为这几张牌的浪漫值其实是不高的，都有很多的步骤性。就是要让你们走到爱情出现前面，有很多的关卡都是你们彼此设限的，看偏偏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都轻而易举的就突破到了很好的位置。目前4张我觉得你们只要靠近相遇，一切都解决。你们离得很近，但一直没有那一个开启对话的时刻。所以如果你近期你发现有一个好像离你不算远的，也不算陌生人的朋友一直没讲到话的，或是以前出去其实有讲到，可是没有熟悉起来的可以去见见他了，可以自己去试着约出来聊天，或是传讯息聊天，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然后那一份喜欢，你会发现比你以为的喜欢更多，而且对方也是然后我再看这张，旧周期要结束了。
但是新周期还没来，所以目前你的生活阶段先面对旧周期的结束，就是说你现在生活有一些阿杂的事情啦，譬如说旧的恋情结束，然后心里还有一些念想，或是还没有断得很干净，也许你们的来往已经断联了，可是心情上是还没有断干净的。我不知道你要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可是这张牌说旧的位置，已经要结束了。如果不结束的话，在你进到下一个圈里面前会停滞哦，所以这边是个提醒牌，因为这里到这里要做一个新的升华了哦。那如果你旧的还不离开，它会在你新的，看一下新的哦，没错，新的圈子要来哦，而且新的圈子也不算那么容易进去哦。不算那么容易进去哦，而且是新的朋友群关系、新的概念关系、新的领域关系，跟你现在的完全不同哦。但是这两边的连接起来是没有一个直通的通道，它只有一个结束跟开启新门，就是说这个新的领域的新的门的打开，需要旧的东西的周期结束那一个的时候，确实关上门。白话一点讲，就是你现在心里还有一些念想跟挂念的东西，你理智上是知道要结束的就结束，因为新的门要打开了。如果你之前没有动力把你拉扯到未来的，这里有了，我告诉你，牌面上有新的在等，但是它没有开门，但是有。我必须说，这里有一个关键这里的关键我可以另外翻啦，但是这里先等一下。但是我已经知道这里有一个关键是它有一个通道。必须要旧的结束，它自己门会打开。那相形之下，你看都出来了你看这一个如果你这一个旧的没有解决，自己没有痛定思痛，或是狠下心去把这个门关上或离开，心情上可以离开没关系，你心情上一定要先离开。没有的话，就会困在你内在平静的失衡状况里，然后那一份内在的愤怒不满会爆起来哦。女祭司牌本来要在这一个位置成为一种宁静的状况，就是你内心的那个澎湃混乱要在这个位置本来要宁静下来了，但是还是需要从这里走过去。所以你这一个旧的东西没有停止下来，没有关，上不去了。上面有多好，内心进入平静，新的旅程开始，而且甚至不用拿出非常多的勇气，只要跨出去，你所有的勇气都是面对什么新的挑战跟渴望新的未来的勇气，而不是去面对难处的勇气，是快乐的勇气。还有新的领域将到也没有很难，只是你还是要去适应，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境界。可是还好去全新的境界，这一个新的领域各方面的朋友圈什么的，你认识的这个新的人，就这个人出来说他带你去新的你没去过的位置啦。还好是出这张牌是带来了非常强烈的慈悲的本质去带领愚人牌去，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不难，你只要去，你就能够享受这一份挑战、旅行、冒险、未知的整个旅程。你是可以享受的，它是用慈悲的概念去的，智慧帮你自己，慈悲到帮助别人，所以它的慈悲的位置在这个就是说，好，我帮助你进入未来的这个位置，核心在命运之轮的逆位这里，旧周期要关来，我再看一下这里，你看智慧的位置开了隐士牌，它的位置在它上面，后面最强的行动能量出的是皇帝牌。好，这个我等一下再翻。我先告诉你这里是有一条接线的，那这里都在它的后面。你这一扇门还没有开，还在旧的位置，赶快把那个心思放下，因为后面的牌都是蛮好的你会得到全新的自我，你会对你的人生得到全新的掌控力而且还有其他的助力，因为这个在比较难处的地方，有困难点的地方是出在战车牌。战车说你能够达到巅峰，去山顶上拿下那一个你要的旗帜，都是好的，而且这3张还都是正的，都是非常强有力的力量，水火能量都出现，水火土能量都出现，就差一个风的吹的能量出现。如果上面有风能量，就表示有风在运，3个能量都出现了，稳健的，
可滋养的，心情是丰沛的，还有火能量的推动，而且是有组织性的、有秩序性的。简单来说，只要你把旧的概念各方面做一个整理，做一个断舍离都可以啦，断点断清楚。好，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是有意愿带你往新的位置去的，可是你自己的东西要先放下。如果你没有，如果你是不是旧的感情、旧的东西要放下的话，命运之人讲的是什么？你现在生活在繁忙的事物啦，混乱的事物啦，让你没有办法专心进入爱情的事物啦。哦，这边也是在讲，也是这个东西。也在讲说新的恋人抵达到新的爱情出现的时候，那个瞬间还是有一些专注性需要你提醒你什么？如果新的爱情都出来的时候，你还是花大把的时间在工作，而不好好掌握一开始初步认识一个新人的状况的时候，还在用一种旧的爱情所带来的那一种不确定感，那你就会错失我刚刚前面这个路口了，就是这样。好，后面就好了。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宇宙给的，看一下这份爱情的牌。好，如果你有心情。如果你在之前的爱情断之前，断之后好了，你有许愿，希望未来遇到什么人？星星牌说他要给你了，这一次要给你了。好，所以这里的连结，这边一个通道连结是这个牌，门没开哈，有心想事成，你想要的人要到来的迹象有，因为这边的能量都在推向于这里。哦，所以不得不说这组是好牌，但是有自己的罩门要过。那这张牌我再翻一张哦。这一个我翻小牌啦，我翻2张小牌来确定一下那一个门的关卡还有什么迹象让我们要看的。出了啊。宝剑五，就情感放掉哈，内心的挣扎赶快狠心的战胜一下哈，抛弃掉也可以。来，你现在有一种生活上失衡的状况，赶快解决掉哈，大概就这几个方向。旧的情绪赶快丢掉哈，那个东西拖太久了，然后内心的挣扎哈，理智跟感性的挣扎赶快解决，赶快面对完。再来。你现在处在，如果你在那一个困窘里的话，现在是处在失衡的状况哦，内心的饱满度、平衡感跟其他的连接都有出问题哈，赶快把它解决掉。那怎么解决？把它都反过来看啦。去找无论是有血缘的家人，或是你认定的家人、最好的朋友、闺蜜或什么的，告诉他你内心有些没有讲出来的话，让他们拉你起来。第三个哈，放松你的那个内心的犹豫，放松，自然一点，放松，把事情看得无常一点哦，不要执着，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执着。执着的意思就是说，差不多就好了，差不多就好了，感受到一些痛苦就好了，你哭过就好了，悲伤过就好了，不要执着，不要一直去回去追着那个悲伤去就好了。再来，不要计较了哦，不要计较了。那这一个门，大概这样，这个门就比较容易开了，就比较能够放掉，比较能开了。好，那这个整个大概，因为它时间的长河有很多阶段了哈，就是你们遇见前哦，然后遇见到确定交往，确定关系中间的这个交往期，再来就是确定交往、确定关系，比如确定恋人关系之后的一段。那通常我会比较抓到就是遇见前，那这一组确实是抓到遇见前了哦。那大概给你的提醒在这个是我们第一组牌，第一组牌大概就这样。那给你一个建议哦。那我们来看下一组牌哦。下一组牌要看的就是说近况，好，我会帮你看一下近况，说他现在大概在哪里，跟你的关系附近。我等一下再翻多一点牌来帮你看哈。来哈，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哈，来帮你看一下现在他的现况跟旁边的一些整个能量连结了哈。来，我先把那5张翻出来哈。等一下，我看一下。好，先这5张好了。然后我有一些
这个先翻哈。我先看一下这里。我设的题目是说了，他现在靠近啊，能量啊，环境啊，整个状况上面啊，这张牌说其实他应该在附近的哈，他现在跟你的一些生活状态，甚至跟你的家人、跟朋友其实是有连接的，是靠近的。可是缺什么？缺了视野不同，因为这张牌哦，你们两个这正反，你看到倒吊人他就是个视野问题嘛哦，目前是卡在视野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你们可能你们认识同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在金币石这边讲了，但是共同的人之间、朋友之间没有连接，好，没有连接就会造成现在这个两张牌的停滞状况。这张我在讲的是说盘旋，就是旁边的人际关系啦，有在附近，但路口没有通，尤其这里还要造成一些随机的巧合，让你们相遇啊，或者直接之前有些活动啊，哈，可能你有被邀请，他没有被邀请，这样子哈，在同一个同朋友圈、交际圈、生活圈。工作的都有可能，可是你们的视野没到，第一时间可能没对到哦，或是工作的部门可能没有，所以不在附近，不在视野里，所以还没有机会，现在先卡住。但是这张是好牌啦，就是有在附近啦哈，表示说，而且他出到金币十话，表示你们人际关系圈，应该有连起来，只是他不知道他是用朋友的关系、还是同事的关系，还是跟你的家人认识的这样，那不远。他在不远的地方哈，来我看一下这个，没错，在不远的地方。那你们要遇到还是会有机会，然后但是还是在等待未来的一些活动啦、邀请啦，或是反正你们的社群是有交集的哦。那会创造你们遇见，就是要有一些活动啦。反正我就觉得是活动，或是庆祝谁生日，你们终究会在朋友之间以一个陌生人的状态遇见了哈。那我不觉得你们会那么不熟悉，只是这一次可能会是你们第一次展开对话，所以这个人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啦，我觉得只是你们可能知道是谁，但是没有很明确的对话。那他这个知道是谁的状况，有可能确实有可能是在社群网络上看过，哦，知道是谁的谁这样，但是没有那一个条件去对话到，也许在同一个场合有一起出现过，但是没有那一个身份去对话。好，就可能是他谁的朋友，你去跟他主动跟他讲话很奇怪，可能之前也发生过非常多这个情况，所以就是没有交集到。那这张牌说，这张牌证明了这里，这个人并不是处在你的幻觉里的人。也就是说，证明了这里他是在你的生活圈里面已经见过的人，他是一个具体已经呈现出来过的人。那我们搭配刚刚前一组牌有提到的是，这个人可能是你心目中理想的对象的话，那你现在还没看到，视野里还没看到，他又是具体的是呈现在你面前的，那真的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互相了解到，他就有一种他算是一个好缘，他就是一个在你附近盘旋的正缘。但是没有出现。那星星牌又出现了嘛？星星牌讲的是指引，那星牌这里的位置也在讲指引，所以你可能能做的事情，就是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学着去跟宇宙下订单这个概念啦。我没有说一定要去跟宇宙下订单这个概念，而是心里有所愿，有所念想。有所妄想也可以，有所期盼也可以，期盼一个你心里想要遇到的人，然后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可以随意的想，譬如说我希望跟我一个性格上很相似的人也可以，或是我希望星座上是合的，同一个象限的火象、水象、风象，不知道看你或者你也可以许一个很简单的，以前的交往过的类型你都不要也可以，但是它终究是需要这一个你要一个念想。因为这里在讲的是，好像缺了一个你自己内心的能量的驱动力跟方向感。现在有点无头苍蝇的在原地等待，或是守株待兔。可是其实这一组比较适合你要有一个能量出去，让它到空中去把它找出来的概念，因为它就在附近。那它这个也有一些实际的概念呢，就是你心中有所念想的时候，这个人出现很靠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搜寻概念，然后会有一种配对概念。那也许就被你自己找出来，他这个没有刻意他没有刻意，而是这个人本来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可能一直无止境的盘旋，但你们两个都没有
发现，其实真正要遇见的是你们，懂吗？因为没有那个念想，没有那个欲望欲求哈。那我看一下。不要想太多。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这个不要想太多，可能多翻一下哈，我看一下他讲什么。不要想太多的意思是说，不要太过审核这个人他出现的时候，不要太过，就是说，当你感觉到爱情出现了，当你感觉像这里他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开始有符合的人出现的时候，第一，不要太过审核、武断判断对方好不好、配不配你、你们配不配这些，先不要想，因为它会让你们好不容易靠近的距离，突然就被自己推开了、拉长了哈。那金碧皇后在讲的是说，请你着重你自己的一切，喜欢自己，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无论它出现与否，你都要往你自己的方向走去，不要改，那这章也有一个个性条件，就是不要去为了抓住爱情而去把自己改变。这一组他其实是认同你本来就已经很好了，然后你可以再更好，用这个方向来去产生吸引力，而不是去慢慢发现说这个人出现或是有感觉的时候，他这边其实在讲的是你们如果认识的初期啦，你会又想要配合对方，然后变什么？这个不能，这里是不行的不要。那宝剑侍者讲了，就是简单一点啦。如果你没有用一种比较单纯的心思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弄巧成拙。两个风能量都在这一个牌位，这个牌位讲的是某种提示某种耳边的低语的提示啦，提示说不要太过苦恼，不要太多判断，不要太想太多，自然而然就好了。那还是要把整个核心在自己身上，无论接下来你遇到什么感觉好的人，或是感觉到很明确有机会的人，你都要跟自己讲说，而且都要维持着跟自己讲说，我变好，我成长，我往未来走去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不需要跟着谁，我不需要带着谁，我以我自己的成长为主。他其实这一件事在讲什么？你才能把你自己最好的光发挥出来啦。那他会这么讲，就表示说，你原本有的吸引力会吸引到他，你不用刻意去做什么。那从宇宙的角度来说，要回归了你原本以为你要去的地方才是你能找到恋人的地方，其实现在在讲说，其实不是。他可能是在你回头的位置，所以配对在这里的话，其实在讲的是说什么？他现在已经在你的圈子里，朋友圈、生活圈、工作圈这些，他已经在你现有的圈子里了，你不需要再去往外去发掘新的朋友圈，你不用特别去认识新朋友，就是新的朋友圈啦。你不需要这样子去找他，因为他不在那，他已经在你现有的环境里面了。我们之前会遇到一些牌，就是他会告诉你说他在比较远的地方但是这组看起来就是在你现在已经有的啦。好，那我再看一下好，我往别的地方翻你们的灵魂在以前就有共同方向，然后分开了，好像之前有未了的，好像你们可能灵魂在不同的象限、不同的时空的时候，有曾经因为两个人对未来的方向不同而分开，然后有约定好在好的时间头再遇见那这一次的灵魂相遇，可能就是你们有累世的一些能量好了，然后这一次终于要遇到了力量还不错，但是还没有到非常饱满。那你们两个现在走的人生的方向你现在如果设定好你想走的方向、要去的方向，其实现在都没有错，而且是非常有秩序的。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各方面你觉得都是非常有秩序，那你的方向是完全没错的，不要太害怕。那这个方向也会让你遇到他力量不够强，会让你觉得有一点没有那么顺，好像还要再多一些努力，没错因为力量不够强，还要多很多自己的努力，幸运值也不高，但是方向没有错，记得方向现在是没有错的，他会回到好的秩序里不用太担心。那你们两个遇到
之前，两个人就会共享某种秩序，会让你们慢慢靠近啦。你们会感觉到整个生活里面有一些秩序是你们互相喜欢的，所以在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会有某些价值观会非常契合，会立刻契合。好，那再到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你们如果开始交往或开始认识之后，会慢慢的走向互相启发的阶段，但是没有那么快，它比较摆在后面。它不太像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你们两个就会有非常能够讲到心底的事情，然后发现说，哦，这个人懂我。你们两个一开始还不会到这样，你们一开始所感受到的舒适感是个人魅力都在绽放，然后未来的方向还蛮一致的哦，然后会觉得可以聊很多事情，好像找到了一个不错的伙伴，一开始是这样。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一些心灵的交流的时候，才会互相唤醒你们的心理，就是哦，原来他有点接近我的灵魂伴侣、知心好友。这个要等一下才会有，没有那么快哈。我看一下这里，你们慢慢相处之后，一些好的运气会上来哈，不用急。初期其实还蛮容易一下子就变成蛮常约的朋友啦。然后爱情的感觉是有会出来，但是不是一开始就有出来，它会慢慢的在某些瞬间跑出来，累积出来的哈。它不会一开始就有一种某种直觉，就说就是他了，不是这个，这里你们这里比较没有这一个哈。因为你们的灵魂在这里有说，可能绕了很久，这一次在遇见的时候，好像有一些条件被设定好。所谓的条件被设定好，就是你们的灵魂在辨识说，你们的灵魂没有在辨识是不是这个人，你们的灵魂是在辨识说，是不是这一回，是不是这一次，就两个人互相回来了。是不是这一次就是回来了哈？所以会有一些初期，会有一些辨识，是不是可以在这一次的感觉？所以前面会有一种比较像交朋友，然后有一些比较简单来说，就是会比较有秩序，你们会有一种比较对平，生活节奏跟他们比较对平。可是内心的东西还要再等一下。哦，开始如果你们真的开始讲到内心的东西的很深的东西的时候，那个内心的东西不是只是分享你的过去哦，而是生命身体里面有一些苦难的感觉需要分享，而你们找彼此的时候，到那个阶段的时候，那其实也已经到了蛮可以确定关系的时候了。好，这里应该都没什么问题。好，那我觉得第二组牌大概就这样。好，我针对一下这里。因为这里有说他是你生活圈的人嘛，那我翻一下，所谓生活圈的人是工作圈、朋友圈，还是你不知道，翻一下他的概念，还是你的家庭朋友，就是说你可能兄弟姐妹或是家人的朋友、亲戚的朋友之类的哈。这张没，这张要再改。九峰，这是 page， 那个你现在的朋友圈里面，他现在在你的比较近的那一个朋友圈里面，就是你看一下你最近这几个月最常见的朋友几个的那一个圈子里，他们会带来这个人，然后或是这个人就在他们的旁边附近，好，只是你们还没有特别的交集，这样可能隔了一点点距离，不。我觉得比较，如果要我从这张上来看啦，是你的跟你感情蛮好的，可是最近比较没联络，好，所以你可以舍去我刚刚讲的是最近比较常联络那个，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以这张为核心的，就是跟你感情很好，可是最近比较没联络的人，是最近而已，不是说很久就最近哦。然后你现在如果脑袋里突然想到谁，可能就是在他的那个附近哦。在他的朋友圈附近，那工作上是没有了，工作上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哈。好，那就大致像哈。好，那这第二组牌先这样，来，我们来看第三组。来第三部分哈，第三部分我们先来翻一下时间哦，大概会是什么时间？就是这个时间不是说你们相遇的时间，但是它可以看到的是你们能量最靠近的时间点大概有什么？大概翻3个时间点，然后3个时间都是独立的哈。如果它有重叠，就是那一个区块哈。来，
看一下。第一个时间点可能要到，我不会讲月份，我讲几个月哈。第一个大概还要等半年后啦，第一个时间半年后，然后是工作的关系，会有一些介绍，那我觉得能量弱哦，我不觉得这个比较强哦，我看一下这里哈。因为太远，通常我自己捕捉不到那么远的，所以他给这么远，我通常都会某方面来说我会忽略哈。应该是别的能量哈。这一个讲的可能不是这一个人。我看一下这里，第二个，以近的话来说，在2个月内可能就这2个月内可能就有比较很好的靠近机会哈。然后记得。如果你开始跟你的身边的朋友感觉还不错，感情有变好的话，大概就是那个时刻哈。那如果这2个月内有谁蛮常邀你的，不论是刚刚前面讲的，可能是已经很久没见了，最近回来了哈。如果这2个月有那种之前很久没见，然后最近回来找你出去，赶快去哈，因为这个是有一种新的感受能量回来，那一个就会最准哈。这个能量也比较强，2个月内如果有这个话，赶快去。另外一个时间的话，我觉得这个更晚了，这个大概要到10个月之后了哈。所以我觉得时间点的话，2个月内的能量最强啦。所以这2个月到3个月，如果有老朋友突然出现约你，赶快去哈。然后把你的现况记得要分享一下，比如说你单身多久啦，然后你可能之前有一些类似交往的经验什么的要给他复习一下，他脑袋会出现一些新的灵感出来那我看一下，这个真是有没错。不要想太多，这种机会出来就赶快去有一种不在你的行程安排里的约会，叫你去就赶快去。好，我看一下这个，我来看一下你们2个人的灵魂在这一次相遇，帮你看一下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的整个2个能量的合适程度啦，还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对于你们2个见面很重要的一些任务或是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使命之类的哈。好，第1张，对，先讲这个，等一下，都是这个能量哈。你最近如果有一些事情要做完结了，如果你有，这不一定是全部人有。如果选到1号牌的朋友，你如果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完结，或是很多个人完结啦，搬家也是一个上一个房子结束的换到新房子，这个叫完结哈，或是换工作这些，反正你有一种完结的感觉，或是某一种 case 的工作的 case 要结束了这样。那如果到这个的时候，记得，这个时间点应该会有一个讯息告诉你，你心里会有一种好像爱情很快要靠近的感觉会跑出来啦，但是它的暗示比较不明显啦。那它会让你有点感觉到爱情在附近，它有可能是什么？你去看爱情浪漫电影，你突然有感受到好像失去很久的一种恋爱的感觉。好，如果你这2个条件都有出来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你的最近有一些生活的节点结束出现，好，然后你最近又开始感觉到好像你回温了以前爱情的感觉，这样这2个条件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要出现的时间也不远了啦。那你们因为这边有在提示说有一个新的命运的章节要出现了，可是他讲的就是这个人出现之后，确实是一个命运的章节要出现，可是他有一些条件是就刚刚前面讲的那2个为什么要有那个条件？因为有门会打开，但不见得是你能看到的门啦。所以这2个条件出现的话，就是说我们把，譬如说这2个月
朋友邀约，这个是另外一个条件。我们要讲的是，你最近在某一个时段，可能这下半年都有这2个条件突然满足了。比如说，你的那个房租合约是到10月底，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去看了电影，就发现你对爱情的感觉有回温。哦，那大概10月底的之后没多久，这个人就差不多要出现，这个门就会打开了。好，概念是这样。那我们来给你看一下下，对于这个人出现前的一些小提示，有什么征兆，有什么事情要注意一下下，你就会发现好像整个能量都在往要遇见他的方向前去的话，那你就大概可以去寻找一下到底是谁，或是敏感的去感觉一下是谁已经出现在附近了，而不是出去玩的时候都只跟朋友玩，还是要有一些注意力，看看这有没有喜欢的人，或是有感觉的人在附近，So，这里说，选择1号牌的朋友，目前还有些人陷入在旧的爱情悲伤里，赶快挥别掉，因为能量要重新分配咯。最近能量要重新分配了，选到1号牌的朋友，你们的附近有一些能量重新分配了，分配什么？好运、坏运都要再重新分配了。那如果你不赶快把旧的能量丢掉的话，不要变成一种累赘因为大家都要进到下一关了，大家都要进到下一堂课了，你还在那边写上一堂课的作业，先赶快结束了，要进下一个阶段了再做这个提示有这个状况的朋友，你赶快想一下。还有，没有了，我觉得差不多就这些了。好，那这是后面这些的提示的提醒记得最近这2个月，如果有老朋友来，这个能量是最强的，记得赶快跟他出去，但是不要只出去，要讲一下你的现况，把你的现况分享出来，因为你有一个触发他 idea 帮你找到谁的能量有出现。那再来，这个老朋友不会离你很远，他只是最近没出现而已，最近这几个月比较没出现而已，大概是这样。他不是一个什么20年没来的，不是那一种。好，那这就是第一组牌的所有能量那我们还是回归上半年比较常用的这种3个即时翻牌的分析然后你都可以看，因为它是有关联的你可以慢慢听。好，那就先这样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选到第2张牌的状况然后我们先来看大牌我们先来看整个时间长河啦。时间长河分的就是有分你们遇见之前，还有你们遇见的时候前后的状况，再来是可能交往或者是确定关系之后这些。但是我通常比较能够抓到的是你们遇见前后，遇见前后。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来，我先把牌子翻完抽完，我等一下一张一张翻。来，我们先把金星的牌翻起来。恶魔恶魔牌出来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一开始第一次见面就会有非常致命的吸引力了。可是这张牌可能要有一点点小小的提示这个致命的吸引力，会有一点点无来由的很想为对方突然的想要改变自己，去可能附和对方，留住对方。你们中间一定有什么东西是非常有强而有力的吸引力勾住的。那个方面蛮像是你们彼此都有所缺失，缺失的那个部分都在彼此身上所展现。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可能还蛮不像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逻辑、同一个背景这样，但彼此身上所拥有的东西，好像都在某些时间里面很渴望，或是羡慕别人拥有。我说的不是金钱的那种东西，我是说内在本质，还有就是你很渴望你成为某种人、某种样子，可是你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天分，或是已经错失了某种良机。讲简单，你就可能想从小到大就想学钢琴然后学不会或是家里没有钱让你学，所以你看到从小到大看到会弹钢琴的人，然后同学或什么都觉得非常羡慕。刚好你遇到他的时候，他却是然后你就被他这个深深吸引，你也没有想学，但是你觉得他好像满足了你某一种你拥有的。那你身上一定有这个东西。我不是很想说你们算是互补，我觉得你们算是各取所需，而且取得蛮100%。但是这里所谓的恶魔牌的提醒，就是那一个取所需有点多有点多到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有点难以无法自拔到好像随时随地都要失去了这个难得接近的念想、愿望。那我没有觉得不好。
我只是觉得它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节奏有一点比预期中的快。那一般来说，爱情一开始遇到的时候，无论是一见钟情或什么，我都会建议慢一点，慢一点哈，因为通常节奏快哈，你就想嘛，节奏快的话，浓雾积的快哦，然后时间速度快。会比较容易眼盲，会比较容易错失看清楚的状况，这样。而且当这个出现的时候，依附的情境，想要为了讨好对方改变自己的心境态度会增加哦。所以这里可能要提示一下，这张牌一开始出在金星呢，我觉得它太强，然后有点太渴望获得哦。那我看一下其他牌的影响啦，哈，也许会消落哦。这个人会蛮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就是说，你甚至会觉得你自己喜欢他，觉得你也很意外你自己会喜欢这样子的人，因为他真的太不一样了哈。那的确，他带来了你某种缺失上的觉醒啊，你会觉得说你好像跟着他，你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譬如说，但你本来很想出国去旅游这样子，可是你觉得你自己的语文不好，你没有勇气自己去欧洲、去美国这样子，就发现这个人有去过了，很常去，就是他这个部分就帮你这个念想、这个愿景觉醒了，然后他也愿意带你去，然后各方面的，你以后有机会，他会说哦，可以带你去什么之类的这样，所以你这些某一些的小愿望念想，这边就觉醒，这边又在觉醒了嘛。那他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就因为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恶魔牌的这个位置反而真的是要小心。然后这不是单向的，你们两个人都有。我觉得如果两个人都有的话，那个比重上来说，我觉得就达成平衡。但就怕说谁比较需要另外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讲的也有可能是，其实你是比较能够补足他的这样。那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因为是审判牌嘛，我觉得没有不好。因为你们两个从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有某种另外一面的自己被唤醒了，可能跟以前的这样爱情的角色，你自己都不一样哦。那从目前看起来，我再翻一下这张哈。目前看起来的话，整个能量是往好的方向走去啦。只是不会照你以为的爱情的故事线走，不会照你以为的爱情的模式走，不会在你遇到他之前，你设定好的那些，譬如说你设定好多下一次爱情出现的时候，你要慢慢来，你可能要非常确定才想要在一起，你想要确定很多东西哈，你想要先从旅行确定两个人是否能交往这些的，这里跟这两张都说不会照着那个剧本走，反而。恋人牌这边讲了一个特别的东西是，你会遇到第一次的选择题，什么选择？我要再等一下吗？还是直接冲下去了？会有这个选择题会出现，会有很多的不安，因为塔牌逆位哈，它会让你的内心跟着审判牌重新重建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爱情，所以你之前设定的爱情那个模式，在一遇到它的时候立刻崩塌，可是很快的也进入重建、重新设定。那要重新设定前，你会经过恋人牌的这一个选择的关卡，选什么？我要不要重新设定？还是我就照我的原则走就好了？那照你的原则走，就是不要投入进去，慢慢看。但是慢慢看的结果，就是这一个瞬间唤醒、重建的这个瞬间，不会一直在后面等你，它只会在那个时候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所以他这里在讲说，当你这个选择出现的时候，选择这份关系往什么方向走的时候，他有可能就确定你们两个会变成比较好的朋友，还是会进入恋人状况。好，他可能会变成知心好友，因为你们两个各方面有点互补齐，你们可能会变成是一起去达成什么梦想愿望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可是就不会再进入到爱情了，因为这里的所谓的选择跟这个枷锁，让它变成是一个你必须自动去决定你要不要进入这个爱情的一个关键点，它没有各种好的能量会把你们两个就自己推到那个好的节点去，因为连对方也好像处在这个困境里，为什么？因为你们可能都失恋没多久。第二，你们可能失恋的节奏感、恢复期节奏感正差不多，所以两个人彼此相遇的时候，没有互推的力量，没有另外一个人推着说赶快去变成恋人或交往、确定关系，没有，两个人都在慢慢走，两个人甚至都走一步退两步，或是走两步退一步，节奏非常慢。两个人都在对爱情有一种不确定，两个人都在某种要决定要不要往下投入的这个决定点，所以时间会拖得很慢。一般交往的话，可能1个月就会确定关系。我觉得你们这个
前面这一个节奏感会拖得非常慢，半年都有可能。然后本来如果一开始进入热情的交往期的话，可能每2天就会约一次吃饭，每2天就会约1个小时零见面这样。可是或是在网络上聊天，可能会本来是一直噼里啪啦的聊天讲，因为可以不用见面可以聊天讲。可是两人都有刻意拖着特意防着某个距离。但一旦恋人牌的这个选择选下去之后，有一方选下去之后，表达的比较清晰之后，节奏感才会加快。但目前这里看起来，两个人都还是选择先不要所以可能就两个人内心的那个疙瘩，我觉得对于爱情的疙瘩还没有，我觉得就是还没有浮现成，好像已经都完全放下，心里还没有完全把自己完全拉出来，还在思考着某种旧的感受，因为也可能知道旧的感情各方面是不可能的，可是心里有一块部分还是觉得会不会有哪一天有奇迹发生的可能，这样，所以然后或是这个可能也会变成说，心里会不会觉得新的恋情出现的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的挫败，类似的事情会不会发生也许如果之前的爱情是被断崖式分手的或断联的，断崖式完全没有什么沟通完就断联那种，很多人的心里都会觉得说。幸福最后会走向一个完全没有意料到的结束，所以这个爱情在出来面前的时候，心里会特别觉得说，应该也会只走向莫名其妙的结束的方向吧，所以节奏感都会拖慢那有挣扎，你们内心有。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内心都同时觉得没关系，奋勇向前冲。可是，在女祭司牌的逆位讲说，当你每次一想到要奋勇向前冲的时候，内心的那一个激动跟不安就跑起来了。原本女祭司牌的那个激进就再也不激进了，这样。所以你一直在这个部分拉扯，那要怎么解决？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慢慢相处，所以节奏感就一定会慢的。所以到确定关系，甚至连确定要开始交往，前面都当朋友，我觉得前面都3-4个月都很久即便两个人关系有暧昧，有已经眼神上、对话上就已经是可以交往的状况，可是两个人每次一接近那个都退后一步，也没有说不好，只是前面这个拉扯其实就比较久对啊，所有的不过也因为这样子的拉扯反而让你们觉得总比以前的恋情这样这么快就进入爱情好很多，舒适很多，而且好像还有更宽广的空间，可以以朋友暧昧的关系互相交往，好像还有更多的甜蜜。我先说在这个部分，我认为牌面说不要进行的这么快，比较好，但它的好不是事情的好坏，它可能是希望你们体会更多交往前的那一个相处，认识彼此更多。然后在这个不完全投入的状况，反而可以找到更多的甜蜜。到你们后来在这次交往之后，才发现说前面其实这个根基打得还蛮好的。因为第一，我看到塔牌逆位的时候，我发现你们两个一遇到的时候，宇宙的时间点就开始启动你们两个重建内心所谓对爱情的信任的基石，重新打造。没有遇见之前都没有重新打造的迹象，好像都在用旧的观念、旧的眷恋、爱恋。对待爱情的想法，甚至看了很多网络上的影片，教你怎么在分手之后去面对什么依恋型、回避型的这样子，让你去理解爱情的情况。可是你理解了很多，内心就没有浮起来，内心没有重新打造。可是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瞬间两个人都启动打造机制，很奇妙的一点那这个打造机制的能量，是因为女祭司牌在有火能量的位置，呈现了某种躁动。你们内心以为你们在追求某种对于爱情失恋断联的理解，然后找到了很多理解鸡汤理论，去让自己安抚自己说，原来我是这样子被抛弃的，我是这样理解，被变成单身的各方面的，然后找到了很多的理由来责怪自己、安慰自己，来承认事情不如所愿这些的原本的东西，就在这里，在它出现之后，打乱了。当爱情直接类似的爱情直接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女祭司牌再也没有带来平静了，而是带来什么新的火能量的出现。因为你其实很少摇动，可是这边逆位的时候，在有火能量的位置的时候，它摇摆了。那它摇摆的时候带来什么？原来你们底下的还有一些对爱情渴望的火能量，只是这一次转向了，不再去留恋在旧的爱情里，而是转向在新的爱情的激发。就它再加上塔牌的火能量再往上烧，它变成是某种蓝莓跟火往上烧。突然两个人都对于新的爱情有愿意去拥抱未来的新的爱情，而相信能够重建新的爱情观，
其实你们没有，我觉得你们没有重建新的爱情观，而是都没有找对的力量去建立未来的爱情观，而不是新的爱情观。可是你在这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早就已经知道未来你想要什么样的爱情观，可是因为没有新的爱情突然出来，让你发现其实你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总之啦，讲这么多，就是你们遇见的时候，你们内心会有一种奇妙的全新升华，它会打败你内心本来不相信爱情的那个东西，而且突然变得很有活力。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人很对，他跟你是一样的人，他跟你一样理解爱情的层面。他跟你明白你们为什么跟上一段分手，彼此看的角度还一样，彼此的悲伤还一样，彼此还进入了某种我不想要在恋爱的阶段，还经历了，甚至同时正在经历。所以只要你们两个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不是互相理解而是原来我在等。原来我上一段结束是为了要迎接这一个眼前这个人，这个感觉会在心里浮现得很强，所以恶魔牌才会在金星能量的时候发威，就是那个扣住的感觉太强了，所以他才要做提示说不要那么快，节奏慢一点，因为你心里很相信就是眼前这个人好，来，我们来看这里，我先看一些这个正义逆会不平衡，遇到的时候会有某种不平衡，那个平衡是什么？那个不平衡是什么？就是会觉得自己某些要在进入下一段爱情之前设定好的原则，怎么突然不能用了，不好用了，突然不好用了这个，然后你会让你担心说，该不会又跟以前的爱情一样，每次一进入到爱情的时候，就自己原本的原则都不见了这样。可是这一组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在于，我先，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很舒服，前所未有的舒服。前所未有的舒服感，我看看这些。好，等一下，好，先说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带来你全新的视野去看待以前的自己，你会立刻发现以前的自己原来你已经理解了啦，你已经理解以前的自己做了很多不满意、不好、不完美的事情，所以让你失去了爱情。可是这一个人一出现之后，你们两个交换了差不多的理念，说更加的确认说，你已经不在以前的视野看待自己，你已经在新的未来看待自己了。只是你一直处在孤立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没有，我还在留恋过去，或是我以为我出来很多，可是其实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还是知道你常常在念想以前的事情。可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会带来一种全新的视野，就是其实你们或者全新的提示，说你们两个早就已经走到下一个位置了，而你们是彼此的拉到未来位置的人不过这里两张牌要提示你一下这两张牌在说，其实新的命运跟新的转轮已经转动了。可是如果你还在挣扎着过往的一些不公，对你的不公，还有一些误会想说出来没说，还在那这些的话，你会在遇到彼此的时候会排斥那个新世界跟新视野的到来。所以我是觉得还没遇到，可是快遇到了。所以现在看到这组牌，就应该要立刻放下以前那些东西了。你知道吗？也许你已经觉得你放下，因为有些人时间过很久了。他所谓的排除排掉，是你已经不是当下那一个你了。你那些感受都已经是过去的，要留在过去了。你还会记得那个感受，可是它不该现在还在影响你。因为它会影响你去，这个很难讲啦。反正我只能说，他的逻辑希望你不要常常去回味过去的精彩，即便再精彩即便你已经不再想着落泪的事情，可是欢笑的东西也不要再想了。要往未来去，因为你们彼此在遇见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全新视野。那这一个视野会打破你们两个看待爱情的方式。你看这里已经，因为它原本是倒吊人正位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有带来全新视野。可是这个全新视野是没有作用，它只是让你知道说，你换一个角度看，其实你现在停滞不前。可是它因为它到了，它表示它松动了。它现在这个新的视野是代表什么？你换了视野看到说，其实你已经可以往前了。你已经不再吊着了，你已经离开了这一个困境了。现在这边讲说你已经离开这个困境了，其实这边也说
你们不止离开了困境里面遇到的时候，就会重建新的爱情观、未来观。只是这2张牌本来要在正的位置，告诉你说新的滋养跟新的运气要来，可是他在逆的时候却告诉你说，要来是要来啦，可是还是处在你自己个人的意识啦，因为这个位置的牌阵比较大。你这个换了视野之后，你已经站直了、站正了，不再被吊着、不再被困境的时候，那你那一步也要踏出去吗？还是你还是拘泥着以前的东西？这样，这边在讲的是这样。如果你要拘泥以前的东西，那他们就都是不会成长，也是跟你一起拘泥的。但是视野已经换了，你要再往新的框绑走的话，那它就会转正了，因为它东西有，但是还没到你手上，运气有在，还没有，你还没有看到，你还没有接受到，就是视野的问题。他们在你附近排球，可是你没有，但是。这一个你们彼此的出现，对我这里来看来讲是助力非常强的，因为我看到塔牌的逆位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们只要一遇见你们开始对话聊天，你们就会发现你们在无限互补，加上你们彼此都很性感，对彼此是很有魅力的，一直在不断的吸引彼此。然后你们对话的时候，讲话节奏会非常快哦。还有一件事很特别，你们两个一遇到的时候，你们的对话是看着眼睛讲话的。很信任哦，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视野已经开了。所以当你们遇到说不要再去思考旧的东西了，拜托不要了，因为这已经是全新的局面了，全新的逻辑了，全新的爱情观的建造了。心里的真正的躁动都起来了。探索一下这一个新恋人所带来的未知感就好了。好，这个就是我觉得大牌，因为大牌的力量比较强啦，所以我会觉得把它讲的比较用力一点，就是说他给我的讯息就很用力，就告诉你。那只是要注意这3张这3张的好牌都走到逆位的话，它处在一种你的思维的拘泥上面，你只要不拘泥，他们就会转正。记得这一件事情。好，那这就是今天第一个牌，这是第一个牌，我会翻3组牌，这是第一个牌。讲的你大概知道你要遇到他的时候会达到哪种强烈的灵魂。那我第2组牌会讲一下他的现况，他在哪里，他可能跟你关系，他是你的朋友还是朋友的朋友，工作的朋友、同事。我等一下在第2组牌帮你找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的部分看一下，不是第2张牌啦，第2组牌的部分来第2组牌。我们用我原本翻的那个牌阵来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来先把5张翻出来。这翻了。我不是说不翻吗？怎么又翻了？算了。我先看从你这边的核心看来，等一下还是把它翻完。这里这个就等一下。从你现在的核心看起来的话，确实爱情近了啦。它在某一种蛮稳定的一个状况。靠近那它的范围，左转滑，3乘4，工作，桥39。好。如果你最近在工作上面有一种升职的感觉、加薪的感觉、进步的感觉，比你以前得到的成果和各方面都觉得好像有所提升的话，那差不多它的能量基本上是算靠近的。因为这边在讲说，你有某种新的内在被唤醒啦。你有某种新的内在，我觉得是升级感升级感被唤醒之后，它在暗示着这个好的能量会因为随着这个升级感，内在就饱和起来了。可是还是因为有国王牌啦，圣杯是国王嘛，所以土能量还在，所以它并不是所谓完全是爱情的那个澎湃能量，它还是属于土能量的那种稳定状态。所以内心的那个富足感，应该是比较处在于工作上面的，跟他人合作，也是跟他人合作的蛮愉快的。最近的接案子啊，各方面的，如果你心里有这个满足感的话，那份爱情应该会随之而来。从什么位置开始发生的9日是？跟生活里面串起来，它还没有出现，它还在。你现在你最近如果发现你很烦恼很多事情，什么都可以，生活、家庭、爱情、友情各方面都可以。那快结了，快结束了，快结了。你晚上如果常睡觉前在烦恼很多事情，最近应该快结束了然后会进入到一种心情的新的澎湃感会跑出来然后。如果你正好是在跟其他人在竞争的关系里工作或什么都 OK 啦，或是朋友吵架也可以啦都快结了，这些都是一个最后的关卡。那它一结束之后，就会进入你那一种要迎接新爱情的那个感觉就会来了。
就是说这里是前面，这里是后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个那种工作上面的富足感的来临前，会有一些旧阶段的一些困扰的结束，然后会带来一种新希望、富足感、升华、升级、内在提升。你个人会知道你的各种身心灵各方面都有所提升成长的那个时候，那个爱情就差不多要进来了。因为它这边是一个关键点嘛，心理的核心是强烈的水能量被框住，它那一杯水已经接住了，准备要拿到你的手上了啦。所以等一下。这张没有，这张是确实版。好，来，我再看一下其他的。看一下啊。哦，这边的骑士上好。这里可以再翻一次。土能量都进来，水土能量好，但是他这个人来的速度没有很快他慢慢的爬进来你的生活里面，然后他有一个讯息，我跟你讲，他有一个讯息，两个，第一比较明显的讯息是，他一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对你的生活带来无限的希望，带来了很多的启发，他会带来了一种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活力好像你最近的生活缺乏很多的正能量，好，即便你最近生活还不错，有很多正能量，可是这个人会带来一个全新的正能量，好像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火把，或是可能一个投射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颜色原来那个颜色你也觉得很美丽，这样，他有一种全新的体验，是非常强烈的正能量，还有。这一个人你一遇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带来了很强烈的浪漫感、爱情感，好像他一出现的时候，旁边就会有蛮多人说：“哦，这个人很不错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心花怒放的感觉。他这个人带来了一个绝对浪漫的气息进入到你的生活，他不会从你跟你朋友遇见或什么的时候用介绍，他是会悄悄的就混入了。这边没有特别说是朋友圈还是工作圈但是工作圈的概念比较强，他可能会偷偷的就混入你的工作圈的同事的朋友，或者同事，或者同一个公司这样，或者同一栋大楼不同公司部门坐电梯才会看到的这样，但是已经有人认识他了，他会带来一种很奇妙的好人缘，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你也在其中，但是因为今天会翻到他的话。尤其是在隐士牌这个位置，慢慢的你会看到他很多次，慢慢的你可能也会开始认识他。可是他慢慢的会展现某种内心或某种心思是什么？他只好奇你，他只会好奇你。这一点是有出来的。可是这个节奏是比较慢的啦，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我看一下这里。但是以距离。还没，我觉得他还没出现。我先跟你说，他还没出现，但是他的那一个身体带来的那一种强烈的水能量的气息，海浪声已经被你的灵魂部分听到了，还有被你周遭的环境的人听到了。那基本上，我觉得他应该也算奔驰往你这边走来了，因为骑士已经都出现了可是骑士跟隐士牌的对拉扯，我觉得本来快，他反而放慢脚步，变成像金币骑士一样，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他可能还在这个走来的路径上，沿路欣赏着风景，他好像没有很急，他也没有很渴望，或是在追求爱情的方向往你这边走来，除非从他发现你在他眼前出现那个瞬间的时候，我觉得他才会突然眼睛一亮啦。他会特别在意你，特别注意你也许会在一个初步简单的互动之后，更强烈的只对你产生某种好奇。应该是说，我们刚这边讲的这个活力嘛，全新的活力，我觉得可能你身上也有同样的概念带给他啦。然后你们一开始初期的时候，两个人对彼此都有一些错误的幻觉。我必须说都有错误感觉，可是你们在情感上面、情绪上面是强烈互补的，跟很能够给予彼此情感价值的因为这一组牌无论中间有非常多的麻烦，可是被强烈的水能量饱满，而且是各种水能量都有。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了两个要进入爱情的那个爱情泡泡里面，只是还没有遇到。那因为以这张牌来说如果这张牌这个牌在做这个位置做阻碍的点来说的话，确实你们两个人现在即便靠得很近，也是蒙上双眼，也是看不到彼此的。但是记得这张牌宝剑2背后是一个大的汪洋嘛，就跟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泡泡是一样的。你们现在只是在这一个爱情海里面，还没有看到彼此而已
而且在更高远的宇宙的角度来说，都已经在欢天喜地的祝福了，准备祝福了啊，6、7到已经到8了哈。他觉得势在必行啊，你们终究要遇见啊，只是还没有出现哈。对于还没有出现这个的话，我再翻这里2张看一下。对，还没有出现，都还在旁边哈。他还没有跟你认识的人认识啦，这个交集点都还没有出现哈。那我看一下这里9，好，讲一个特别的，因为我放到这张牌哈。你们两个以前灵魂遇见的时候，或是我觉得应该还没遇见哦。我先更正一下，遇见不用遇见，我翻一下哈。如果是以这2张牌来搭的话，你们以前，我觉得你们这次是灵魂第一次遇见的哦，因为好像你们有很靠近，在同一个象限。我觉得你们从来没有在同一个象限，你们这一次可能是灵魂的第一次的遇见，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新的，你们之前没有排练过。有熟悉感吗？熟悉感，我翻这个，没有。都新的，都是新的。你们这次真的是第一次新的遇见哦。好，所以一切都是全新的啦。然后你们彼此遇见的时候，都刚好在你们人生某些决定点，好，比如说搬家、升职，升学、毕业，都有一个时间点的结束之后遇见，你们两个都有，然后在这里遇见。那需要靠朋友介绍哦，只是他什么时候跑到你的朋友圈、同事圈，跑到你们这栋大楼工作，跑到你们学校，这些时间没有看出来。他会悄悄的进来，但是他还没有进来，所以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你的视野里面。以实际上物理的视野来说，它还没有出现哈，但是也快了啦，因为骑士能量跟火能量已经非常多了哈。我再看一下某些东西，好，我往你们内在的去翻一下哈。不是生活史都还没有，都还在外在的彼岸，还没有进来哦。不是节奏也是非常慢，土能量一直在拖慢水啦，就是说河流啦哈，那个河流的水不急啦哈，可能河道窄啦，土能量有在把这个河道弄窄，再加上这里有一些距离牌哈，都在我在问你们两个附近的。有一些拉长距离的牌，都刚好在我在问你们两个靠不靠近的位置上了，所以其实还没在附近。那这张牌确实有重复在说，我觉得还没有遇到，因为这个节点还没有出现，你们还没有在到那个关键节点哦。尤其先讲一个最简单搬家哦，最近本来你要搬家的朋友，你已经搬家了，那你才刚跨过这个节点，所以才刚开始要去跟他遇见。那如果你还没搬，那个节点还没到，就是还没有经过这个，你们一定要过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转换的哈，如果都没有啦，那就等季节转换而已。好，我看那这样子，大致上距离上就这样了哈。然后它会在工作的范围里面出现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哈。那你期待一下。来，我们来看第3组牌哈，我们来往更内在的你们的灵魂的契合度的部分来看哈。好，第3部分，我们先来翻你们最关心的时间啦哈。大概什么时候会遇见哈？来，我翻3张哈，3张应该都算不同的时间点啊。如果有重叠的话，那就是重叠那个时间点比较强哈。来，3，我想一下，这比较久了哈。这个到我讲几个月哈，这个算起来大概还要半年以后。这里讲说半年以后，那个时候，如果是在半年以后的话，再遇见的话，它有可能是，会在某些人的结婚或是一些庆祝活动的时候会出现哈。但是我觉得这个能量比较远一点哈。如果它比较远一点的话，我来翻一下。它这个是节奏最慢的可能性，我觉得能量也不强哈。以这边来看，能量也不算强加思考。但是以爱情的成分来说，他说，不过我们要这样看的话，也许这个6个月到7个月之后的那个是最保险的出现时间。那它不代表说他还没有进入他的朋友圈，有可能已经进来了，可是你们两个认识的契机还没出现。来看看这里有没有比较近的时间呢？4个月的有，好
4个月的有，这更久了，这个要到8、9个月，都是到下一个年度了哈。我觉得换一个题目问，他是否已经进来了你的朋友圈了哈？已经在你附近了，让你知道说他已经可能会进入到你的视野了哈。那他已经大概什么时候才开始进入到你的视野里了？这个没有哈，这个也没有，这个也是太原始的360，如果从这边再看，我觉得最近的啦哈，他其实1、2个月前已经进。如果这里来说，我找最近的哈，因为这2张牌都还在讲说你们真正认识都是要到大概半年以后。可是这张牌说，他大概2个月前就已经进入到你的交际朋友圈了，这是我现在目前看到最近的，而且他已经在跟你的朋友已经都有些认识，都已经有些接触了哈。因为那一个缓缓的底下牵连跟你相关的能量的讯息，这张有，这里都没有，这里都在讲你们正式认识哈。所以中间会有一个空，我觉得中间这个空，我觉得要等一下，它还没有完整，还没有完整到。我再翻一张，这里我只翻一张，这个2个中间有没有更早的机会是我们还没翻到的？就是你们，会不会提早遇见啊？因为我跟你说哈，这里这么多张都在讲6到8个月之后，这么多张都讲这个哦，所以它这个可能性还蛮大的。我都还没有破解里面的东西，可是它这个可能性蛮大。那我这边就翻中间的。但是我已经翻到这里的话，这个能量比较小，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机会。没来，好，40到50天之内有一个蛮靠近的能量，我看一下。不过这能量不好为什么我说这个能量不好？因为它必须要踩着别人的负能量进来。那他有什么可能是踩着别人负能量进来？就是可能你们有的共同朋友有人失恋伤心，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邀约的聚会，陪他去开心，陪他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可能会不小心遇到啦之类的啦。可是这能量看一下，有机会因为其他人的事情不小心约到，可是那件事情必须要特别大啦，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啦，至少这段时间还是有可能会因为他人的原因让人遇见，而不是你们2个自己的能量的连接。然后因为2个自己能量的连接在那个权杖国王的话是逆位哈，那他这个你们自己的观点是没有，所以特别要仰赖其他人的事件让你们遇见。但这边还是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他真的已经在你的朋友圈或是同事圈里面了，只是你们2个直接的连接还没有出现，都要靠别人的支线哈。你跟他是有在别人的支线里面有连在一起，可是2个自己的是没有啦。那他这半年还蛮需要巧合的，蛮需要巧合的。没关系，至少知道他现在已经在你的生活朋友圈就可以了。来，我看一下。好，我们实际实物的就问完了哈。来看一下你跟他的灵魂的连结的部分啦。来看一下这里。这样子。你们很对称，你们很互补。然后我先说哈，这张牌很强，他讲说，无论前面这个东西拖多久，无论你们辗转了多少，无论你们现在距离多远，这张牌在说，你们的遇见从头到尾都不是一个巧遇巧合，是有密密麻麻的安排到的。只是在你们2个相遇之前，这边先让你们2个先处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把你们2个共享的能量一分为2，希望你们在互相对齐跟平衡的世界里面先各自发展，因为时机还没到，所以要耐心等待一下哈。照这个半年，这个感觉差不多。那我会不会
因为已经在附近了，然后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翻不出来的或是突破性的发展的契机的机会？有没有？好，看一下这里。我翻这2组牌都翻，会不会有那个特别的契机的机会？那这个我也翻一下。哦，有可能会慢慢看到彼此哦，不过我跟你说，其实你差不多要听到他的消息，听到他这个人的名字，你差不多要听到了。可是你在真的认识他之前，你可能听到他的都是一些坏评价、坏评语。哦，这里说的，所以你会不太在意，你可能会不太在意他是谁，因为他听到的都是一个好像是坏的，形容他的都是坏的事情所以你可能就不太在意这样。所以大概，即便他有可能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但你也不再在意，就是大家一起见面的时候这样，然后你跟他没有直接接触，但是好像你好奇了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可是大家都会说哦，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就是有点在八卦他，可都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你就不太在意，会远离他。可是其实实际上你没有真正认识他，这边会说，大概这6个月你对他会有一些错误的视野上会有一些错误的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位置呢？我觉得没有因为这2张都在讲那个能量还在准备中，都还在准备中，没有立即要让你们2个直接接触，而且要在你们2个共有的社群里面准备中，没有要让你们立即见面。所以从这里到这里，我觉得这半年，我觉得没有要立即见面的一个能量了。但是我觉得这全部有一张牌是不错的就这张，他这边有证明了宇宙有在帮你们安排这次的见面。你们不是靠巧合，你们不是用靠寻找，时间到了他就要让你们见面了。这边有讲，这边已经讲完了。好。那大致上就这样全部3组牌，你大概知道一个方向了不要急，不要急。他这边也没有提醒说你自己要个人提升，表示你的本质上这些都还不错。但是因为这里有太多牌都指向是6到8个月之后的，你们才会真正认识。那不代表这边是前面是不认识的，只是不在意认不认识，你的能量没有很在意认不认识这样，但已经安排的很靠近了好，那就这样，这是第2张牌的朋友那我们就一起耐心等待吧那祝福你谢谢你来听。好，我们现在来看到选择第3号牌3号牌，来，我们前面会先抽大牌来看一下时间长河了时间长河的能量怎么跑等我一下。来，时间长河能量就是有分所谓的你们确定关系之后那一段还有确定关系跟认识中间这个交往期。那我大部分会抓到的是你们刚认识的前后的能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要显示。这边会显示什么？哎呀，先把大牌抽完好，这里这里，好。好，就这些就好了。我们现在从金星，我们都要从金星开始他牌碰这个人以2个情况你或他刚好都是人生正有一个大转变期，而且是外力进入的啦就是说你这个转变是不得不做转变，譬如说工作没了，你必须要去找新的工作，换新的工作；譬如说你升职了，你必须要去另外一个位阶可能是新的部门这样，或是调动这样，或是其他公司挖角你不得不抛弃这个这样，然后它有一个先毁灭的状态，它就是有一个毁灭状态可是它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不得不啦不得不。那我刚刚讲有些升职那个，你有的人并不一定很喜悦因为那个时候负担跟沉重的东西、压力责任都变大了所以他也有一种不得不的感觉，因为责任压在你身上。如果你没有那么特别喜欢那一个薪资或是收入的话，有些人是真的是会处在一种不得不的状态，这个也有那还有一个宜居性的位置也是不得不，就是可能
反正就有很多原因啦，可能房东要卖房子啊，或之类的啦，这些啦哈。那他讲什么？如果你跟他有在进入这个状况的话，那差不多你们要遇见的时间要到了。所以如果选择3号牌的朋友，你有这个状况，那你要遇到他的时间可能也差不多要到了啦。好，这里在讲的是这一个啦，所以就你看看你有没有记得他的原则是不得不做出改变，因为他是外力去摧毁你现状了。好，他现在可是他这里作为这一个牌面的话，他就是这一个阶段过去，其实只要发生，表示这份爱情要进来了哈。好，他进来的讯号很微弱。可是你生活中的很多改变会非常明显哦。主要你只要觉得你最近有一些大转变，那这一份新能量就是要进来。被分手也算哦，被分手也算。反正你觉得这一件事情是你人生很大的一件事情，然后你不得不成长也算哦，不得不成长也算。那这2张牌结合呢是好的。这张牌讲的是命运之人这边讲的是说好运要来了，确实是好运要来了。而你的篇章里面前面那些不得不的坏现象只是前半篇，后半篇要往上爬了，好的东西要进来了。但是力量牌在这边在讲说，其实来的能量应该蛮大的，可是你心境的改变比较慢，你感受的比较慢，对你的内心的内在成长比较慢。那为什么是内心的？因为他这边讲的就是内在底下的那个能量的流动啦。它那份力量是这个，它不是外显的，外显的比较多在塔牌这边，就是外表上的事情正在变化中，而你要感到那个其中的变化所带来的喜悦跟丰富获得，是要在后面力量牌后来进来才有的。所以你初期会被误解为你最近很倒霉，怎么杂事这么多，忙碌的事情这么多，你都没办法休息这些的，主要就是命运之人讲的2个篇章的前面，它是一个低谷，它要先创造一个低谷状态，但是这个低谷状态只是以你之前的生活跟你未来的生活比起来，它是比较低谷的，它并不是人生的最低谷或是一个非常差的事情。即便你是进入了断联状态、情感断联状态的这几个月，好，我们看到3号牌是这样，那它就是这个状况。可是它怎么样？好的东西要来了，相信好的东西要来了，不要再拘泥旧的了，因为它这3张牌都是往前的，表示旧的东西没有关联，好的东西在后面，好的人、好的事情、好的事业、好的钱都算，都是在后面。要记得。现在命运之人在这一个位置出现，它这个位置代表这根基，表示你已经踩在下一个篇章的开端了，不要再回头了，不要再回头了。尤其恋爱的，不要让对方回头的时候你还在他后面哦，不要你刚刚已经走到自己的路径了，你有自己的发展了，他的事情不管了，他要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了那力量的部分的话，记得有好的能量在下面推动啦，不要拘泥在原地，或是把对好运好事。有人来帮你，那些能量都驱之在外现在有好事情要进来了，赶快把心境改正一下那已经有一些能量的牵引出现了啦，捆绑，有些故事线已经发展出来了，而且是跟爱情有关的那个人，对方。应该有开始感觉到想要去探索什么温柔、温暖、慈悲、善良、正念的一个方向。他现在处在一个想要让自己各方面都很提升的方向然后他比你还要连接到你们2个要相遇的那一个能量的路径上面，因为他现在比你更多的渴望爱情出现，你当然也渴望，可是他渴望的那个品质里面正能量比较多。然后他拥抱未知，拥抱未来。如果说命运之人在讲你们下一个篇章来讲的话，对面这一个人，接下来来的这一个人，他比你走的前面一点，而且他非常甘愿立刻被爱情捆绑住，立刻所有的讯息都在指引他见到你。他现在的内在心境是这样而你这边还有一些抗拒，还有一些转变。可是我觉得你的抗拒不是因为你对爱情的抗拒，而是你现在生活中有一些转变如果尤其是现在有这些转变的朋友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专注力去往未来看过去。要向往未来，这个向往未来是一个很强的专注力那如果你开始逐渐达到平静状态，到女祭司来说，你开始从这些塔牌转变，开始进入极静状态的话，你们已经非常相近了。但你们非常相近还没有遇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第一，你们2个现在看的方向不同，一个看西，一个看东。第二，你们的中间，即便你们看的同一个方向，你们中间有起雾啦那这一个雾。
那个月亮牌的这一个物，它现在是逆位的，表示雾层很厚，它没有要逐渐散去的，它没有探索欲，它没有神秘感，它现在就起雾而已。所以还有一点时间，这个雾散了，你们才雾散了，视野对了，你们才会看到彼此。所以现在还要再走在自己的路径上面。那他这个所谓的你们现在的现况，所谓有一个转变，不是只有你，连他都有。可是他的心比较稳，因为对方在某些向往未来的这个概念上来说，比你强很多，比你乐观很多。以乐观来说，我再多翻2张牌看一下它的本质啦，看一下，因为我觉得它的能量比你的正念多很多。所以，如果你要让他及早发现你，或是他已经在你附近会发现你的话，他现在蛮向往正念能量的、乐观能量的。所以你还是一直在那边愁容的话、悲苦的话、哀伤的话，他其实最近是看不到你的哦。那有没有在？所以他这个视野没在了哈。所以有没有在附近？我先看一下，2张就好了。有了，有在附近了哈。他在。慢慢的往你这边走来，而且他现在的状况是满心期待的一份新的爱情出现了，所以他一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你就是那一个他的没有看到的视野里面的那一个，因为他现在内在比你平静，可是他遇到你的时候，那个内心的浮动很强只是你可能没有在释放那种关于爱情的魅力啦。最近没有释放没有关系，但是要有比较宽广的心去接受一个突如其来的认识、邀约、聊天，不要排斥太多，因为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以一个陌生人的状况靠近你的那一个，最近会有，因为你的篇章走到下一篇了，我刚刚讲了嘛。那好事情要开始进来了，以这张来说啦，它有一些表面的东西你会喜欢，可是不是用来捆绑你们，不是用来帮你们2个感情打底用的，它只有初次让你。注意到他的一些外在的东西，他的样子、打扮、长相，可能你会吸引到，他会吸引到你，你会注意到他这边说，可是他的效力不长，因为他的功用不是用来维持你们感情，他只是让你们2个发现彼此加上他现在这个有在慢慢的往自己理想的生活走去，跟内在其实为了创造理想的生活，是因为他希望有遇到一个相爱的人，能够跟他可以分享，所以他应该会先发现你，只是这2张牌有一点点不乐观的是，近期你们的视野可能不在彼此身上，但是已经在附近了啦。我要看的，走得很慢，还没有那么快，因为这边连战车牌也是逆位不过，我觉得你们开始认识之后，就会开始花一点时间培养感情。会，因为你们的默契好像还不错但是你们不太偏水的情感的，你们偏理智的，你们会在很多的对谈里面发现彼此还蛮合的，但这都不是聊感情，而是聊生活的。然后这些生活的东西开始吻合之后，才会开始联想到说，爱情会不会就在这里发生？所以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爱情的喜欢啦。可是因为2个人的经历上好像没有办法这么快把这一件事情表达出来，不知道是之前经历还是什么，这边看得出来，东西都在后面确定彼此是什么样子的人，花了蛮长时间，会花一段时间，所以不能急因为战车牌是逆的嘛，他要爬上那山顶拿到旗子的节奏是偏慢的，然后调和牌也是逆的从宇宙的视野来说，宇宙认为你们的初期调和能力效果没有很强，但是这边又看到说后面有好的宝物让你们领取，就表示说这个调和只是过程，后面还是要给你们的东西，表示你们最后还是有机会可以在一起的，机会还蛮高的。可是整个聊天的内容会着重在比较实际生活跟未来，而不会是绝对浪漫主义。虽然他是抱持着要去寻找爱情的方式出来了，可是当他到了爱情面前之后，他还是会用务实的方式来做协调跟讨论因为他怎么说？因为他是用土能量的方式走来，所以他每一步都在确定自己想要什么样子的爱情生活。他没有茫然，他没有顺着这个茫然，这个只是代表他内心的那个爱情的光芒跟其他爱情的那个水分是很澎湃的。所以你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不会觉得他很枯燥乏味，反而会觉得说这个人确实是有爱，确实很浪漫但是这个不是他为了要找到恋人的核心价值，他真的核心价值还是再去审核说能不能一起往未来走去啦。
好，两个人相处如何了？两个人沟通能力如何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都有办法沟通了？哦，有没有沟通的勇气？有没有把沟通当成是一种挑战的这种哦？他心里有放着，可是他内心还是有非常澎湃的水能量，告诉他说，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心里的安全感过不去了，可能之前的爱情就是少了很多的沟通或什么，让他觉得。还是要把事情都讲清楚比较重要，这也是他勉强自己的啦，因为他那个正义牌的能量在发威嘛，还有塔牌的能量也有出来，他其实有在重建自己的新的爱情的价值观，跟他在爱情里面的新的角色啦，他有在都在审核。那你们这组在认识之后，需要花一点时间，才会走到发现彼此是珍贵的路径哈，所以可能认识之后做朋友。或是暧昧关系，或是好朋友关系，打半年都可以啦，不用急，因为你们的打底能力很强，在这份关系每一步都在努力的打底。后面如果要确定关系，各方面都很简单，不难哈。尤其这边命运之轮有讲说，这个是整个故事的下个篇章嘛。他如果都已经这样子了，表示最难的部分已经都走完了啦，所以你们相处起来应该是算愉快的。好，我看一下哈，有一些章我再翻一下，我觉得这个。战车牌我再翻一下哈，为什么它偏慢呢？来头尾哈，哦，掉人就出了哈，也是在一个正位的方向哈。好啦，你们两个遇见的偏慢，是因为你们两个的走到相会的路径长短不同啦。可能他会比较早到了哈，或是你已经在附近了，路径不同。那这边说，他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你心目中所期待的那个人，所以还有几个月或什么，他有一些事情要经历。但相反的，你也是哦，你近期的某些变动，如果有变动的朋友哈，你就更接近这个爱情嘛哈。所以他如果你真的内在有些变动的话，星星牌在说。变动之后的新的目标跟新的旅程，还比较蛮接近你心里常常在许愿的，或是你内心比较念想的那一个风景，比较接近，所以要花一点时间啊，要花一点时间。明白？这一组我觉得，只以相遇来说的话，从第一组牌来说，我觉得半年还好，6个月还好，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它差不多也要出现了啊。好，那这组先到这边，我们来看第二副牌。第二副牌就要看一下它是不是在你附近或什么，那个我们把它看清楚哈，是什么关系啊？朋友啊，同事，这个我们再来看清楚。来，第一副牌先这样。好，我们现在来看说整个，我帮你看一下它是否在你附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牌阵翻起来哈。从这里用这个翻好了，用这个翻。我把整个关联翻出来。这里，先看这些，我等一下其他的我再翻一下哈。好。先从这里看，选择皇后，差不多了哈，遇到的能量差不多都富足了啦，水火能量都有进来。那，有，如果你附近现在有一些比较多人在恋爱、结婚、喜庆祝某些东西或是一个。可能暑假的结束之类的，反正有在毕业典礼之类的那些，最近都刚经历的话，确实已经非常靠近了。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就是最近如果你有觉得你之前在努力的东西的话，最近可能功课啊、事业上，尤其事业上，或者是一些投资，最近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要进来。反正如果你有一些意外的收获，它不太像意外的收获啦。它还蛮像是你之前有准备，然后最近要给你一些丰收的回馈的时候啦。最近有这个能量要进来。如果你有开始遇到这样子的能量进来的话，那它也是它靠近过来的一个讯息了。我觉得整个现在附近在充满着它要靠近的讯息，好的能量有点多，物质上的有啦，还有受到人旁边有一些喜事非常多。如果你附近有人结婚或者有一些喜事非常多的话，都要赶快去因为那个能量要把它粘回来看一下这。
对啊，整个能量都很好富足的能量有。像我们刚刚前面讲说，你有一个转换，如果你有一个转换，后面的那一条路也不错很多好事也都在转换回来。只能说啦，无论是要遇到爱情还是什么的话，最近整个附近的能量都很好到，我找不到他的缺陷，我只能一直说他好了。继续往下看完好了。那如果你最近很多好事在发生的话，那就表示他真的很靠近了哈。你一直在重复说这些。那如果你最近没有很多好事发生的话，也差不多要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土能量好像就趋于稳定哈，然后有一些好能量也在往你这边靠近啊。即便你最近有一些人要庆祝生日或者结婚，这个好消息也在慢慢的靠近中。那远跟近的能量来说，你近期其实你自己的努力，你自己在努力的一些事情，应该还没有要到有什么收成跟结果的东西啦，跟你没有关系。现在的很多的好的事情都是外来的，都是外在的事情，你自己的事情现在都没有特别的一个好的成果出现。那这边所谓的成果都是之前的、以前的，还有如果是金钱的，也是一个意外收入奖金或抽奖之类的。那这些好事不影响爱情的出现啊，我觉得这边比较多的好事都是其他人的好事发生，然后再暗示你说你也将要有好事靠近了。那如果有远的方向的话，你要跟他遇见的这个转变的那个边界还没靠近因为那个边界现在还在比较远的位置。这里都看完，把这一次看完。这就是你自己的好事还有这个爱情的靠近都还不是最近，都还要再等一下。因为你看到这个命运之人这边也出现了嘛，然后他说你是即将进入到下半段跟你遇见的这个故事线，可是以你当下来说的话，爱情的故事还没走到你这边，只是靠近而已。爱情故事你的爱情故事要开始起来了。但是还没开始，前面这些迹象只是告诉你说快要起来了。那你们为什么还没遇见呢？两个现状，第一，他还在调整他的生活，他在调整他的能量你这边也是，所以你们两个能量都还没有到完整状况，因为这边在调整，这边还有发自内心的一个挖掘状况，所以你们两个现在都还在自我的能量完整度。所以你现在如果很多事情在努力的话，赶快去努力，因为现在你们两个能量都还不够好，还没有好到可以让你们两个遇见，那可能连视野上都还没有那关于你们两个遇见的这个顺的那个轮子驱动的那个齿轮各方面都还没有这边呢都还没有转，还在停滞中，再等一下。现在都只是在酝酿着，可能要像续篇一样了好，其他人的好事发生，然后只是要帮你有点像是铺垫你们的他们也要再等一下。下一个翻牌我再告诉你大概等多久了。那接下来你或他都有一个内在新的成长跟唤醒所以不要急，你差不多过一阵子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内在启发状况，然后那个时候你们能量就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灵魂的呼喊，有开始呼喊到彼此，可能比较容易叫到彼此靠近再等一下，反正这里有好几张牌关于你的都是再等一下了然后再等一下的好的迹象是什么？什么时候到最后你已经等完了？那个一下已经过了，就是你发现你自己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进步。那他这个进步有一点点像是出乎你意料的进步，或是出乎你意料的领悟到了什么事情觉醒，然后那个觉醒会瞬间让你觉得你想要突然改变你的生活很多。如果是你是刚断联失恋的人的话，你差不多也快走到那一个你发现一切都要进入大转变的时期，你的心境各方面、身心灵各方面。如果是生活方面的话的那个朋友，有可能你会有大换家具的状况，或是突然想搬家，突然想换新房子那还没到那个时间，还要再等一下。那我们回到这里，指引你们两个相遇的星星目前没有闪耀，它被某些云雾挡在后面。再等一下，那个拨开了之后应该说那一颗指引你们的星星可能是一个事件，可能是一个人，可是他处在自己的状况里面，他还没空去指引你们所以要再等一下。所以从这张牌大概可以看出来，等一下我看一下大概是不是我想的那个方向因为我想要说是不是看出来说是一个人啦，是一个人在指引，因为这里
作为你们两个指引的这一个桥梁来说，确实是有跟工作或金钱有关的那一个方向的讯号有出来，所以可能让你们两个认识的人跟工作的关联，还是跟同事有一点点相关哈。可是因为翻出来是这张牌，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还不明朗要出现啦。对啊，还不明朗哈，两张都还不明朗，都还在摸索中，所以表示你的故事线还没有走到要去认识，或是应该不是说认不认识这一个人，而是这个人还没有在你们两个的关系里面出现，所以大概还没有明确的方向。让我看一下其他。好，这边看出来你们两个人的灵魂之前相遇的时候，可能相处的不顺利。相处的不顺利，带给彼此很多的烦恼或什么，所以那一次可能分开了哈。我说的是不同的象限哈，不是说之前应该是不同灵魂的象限。好，有遇见过，然后处理的不好，这一次要再重来，要再试一次。好，那这个再试一次有一点点未了的状况，之前的灵魂可能有未了的状况啦。那你们两个的情绪上、情感价值互补，提供很强。你们两个其实在情绪上、内在是互补很强的。生活上没有提示这个，生活上的没有提示说你们生活上是互补很强。但是在感情上面的需求、需要的话，你们很适合。你们的寂寞彼此能给。然后这些就都还好哈。你们一见面之后，慢慢的就会有非常有默契的相处啦，这个都不担心，因为前面其实已经看到一个顺遂的感觉，只是你们的幸福来的比较慢，然后可能是因为之前爱情的一些枷锁或什么，让你们投入爱情的节奏是比较慢的。也许一开始就已经知道说彼此是互相喜欢的，可是投入爱情的节奏偏慢。但是你们有一种共同的伴侣、共同的旅伴、共同的人生的旅伴的感觉很重，可是它并不代表让你们能够立刻决定说你们要成为交往对象。没有，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即便遇到了，节奏是非常慢的，你们会从生活上慢慢的相处起来，没有那么快就进入那个状况那个是后面的啦不过从宇宙的角度来说，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他跟你以前所交往的对象方不太一样，他带来的是一个全新的生命力啦可是我还是觉得你们之间有一些熟悉感，所以我觉得你们初期的时候会有，你们两个互相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摩擦感，是你以前很熟悉的，然后因为很熟悉，所以发现某些摩擦感很容易解决。天生就知道很容易解决，因为他讲的是灵魂，你们的之前的类似的摩擦是在上一次灵魂相遇的时候，不是这一次人生，所以它带来了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个摩擦，可其实是两个人某种默契。它简单来讲是什么？你们两个如果不是吵架啦，就是对一件事情的意见相左的时候，可是耳边会有一种熟悉感，就是这个状况我好像遇过，我知道怎么解决。你可能没有解决过这样的事情，可是你们两个常常会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发现这个以前有解决，脑袋里有一种天然的解决方案、天然的解决方法，而讲出来沟通的时候，两个人却能够欣然接受。那是因为你们的灵魂在之前的象限遇到的时候，好像已经有经历过了，这个很难言喻。但是在这里，我们会把它辨识成说，你们两个比较契合啦。你们的价值观比较相同了我们会把它讲成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看起来，我觉得你们相处没有什么大问题，初期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然后格格不入的感觉会出现，但不强。但是因为你们这组蛮适合有沟通的，我不是说你们会一直沟通，但是你们蛮适合沟通的，你们是那种一点就通的沟通方式，主要是好像相遇的本质上价值观蛮雷同的啦，因为我觉得这边互补的角度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硬要我觉得缺点的话啦，你们的浪漫来的比较晚啦，但是契合度来的比较快。可是要承认或创造浪漫的感觉，你们好像都故意往后拖延，没有那么快要让它出现。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之前的爱情所带来的一些感觉，让你们反射性的拖延。好，那。我再翻一张牌，靠的近缘，然后这边好像都没有讲靠的近缘只有讲到一些象征象征说如果牌手有一些好事出现的话，那差不多要近了。来，我看一下近缘。没有那么近，因为能量还在调节中，然后两个人的内在情绪都还在处理一些旧的事情
内在情绪都还有在处理旧的事情，但我要说的处理旧的事情，不一定是在处理旧的伤口啦。有的时候常常在回忆一些旧的精彩了哈，旧的事情的精彩，那个也算是一个处理旧的心情这样。因为有些断联之前的那些伤口可能还没好，但是伤口之后会附带一些精彩的回忆哈。那这边在提示说，你们两个现在内在都还有一点回味的感觉，回味以前的啦，所以还没有完全让自己想要直接进入新的未来，心里是在期待。但是内心在爱情出现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还没准备好哦。那没有关系，这边只是在提示你说，反正他还没有要到，那你现在赶快慢慢整理就好了，不要急哦。没有关系，他还没那么快，要再等一下，好，那这里先到这里，我们来看下一组。好，我们来看下一组，我们先来看时间哈。来，我问2个题目，第一。它大概什么时候出现？因为从前面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出现啊，还没出现。我觉得我们先看的出现是说它出现在你视野里面哈，还不一定是认识。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的2个时间点，来看一下。它已经出现了呢，它已经出现在你视野里面了哦，那它会一直不断出现在你视野里面的，大概就是从大概2个月前就已经出现，然后会一直持续，整个接下来8个月都还会一直持续，已经用掉2个月了，大概还有半年还会一直持续出现，它会持续出现，所以它在你面前让你发现它接近它的机会还蛮多，而且从这张牌看得出来，它不是只是出现哦，它一直出现在你的视野里面哦，但是你还没有迈开往它那边走去，你们2个还没有往这边走去，所以你们2个现在的人生的走的方向来说，应该会慢慢的接近。那为什么说它在你的视野里面？它可能在你的工作范围里面，因为刚刚前面的工作能量还蛮多，它可能在工作范围里面可能还没有认识，或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出现。可是我比较偏向它是在工作范围里面已经出现了哈，但个比例比较高而已，不是全部。再来这2个月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因为你们2个人没有在内心没有在看，灵魂没有在看在不在。虽然前面已经在说灵魂的象限好像之前已经接触过了哈，可是好像灵魂没有在意彼此出现，所以但是从这边看得出来，其实是一个陌生人的状态。我觉得他也不是什么同事或什么，他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工作范围里，他可能是同一栋大楼不同公司的人，或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联络的方式或什么，或是在你现在你生活中他是 NPC， 有可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真正会认识的时机点靠近什么哈？翻3张，我看一下3个，再翻抽下。起点大概40天之后，40到50天之后开始，一路到年底这段时间，都是非常好的认识机会。都是非常好，所以它符合这一个框架，它在这一个框框里面的这段时间，所以也就是说，这半年内你们应该要认识了啦，哦。然后这个到这，我觉得最晚，我只能说最晚，第7个月一定会认识到最晚，但是我觉得能量没有往那边走，好的能量都在这边。那你们真正认识，可能真的会因为某些工作的关系、外务 case 要协调、要合作的时候遇到。那我先说你们2个就算遇到的话，这边盘面暗示说，就算遇到的时候，也不一定会立刻意识到彼此是恋爱的状况哦，而且还有可能在把彼此当成 NPC 哦。那这个就要看中间的事件的发生，看有没有比较起伏比较好的位置哈。来，我来看一下你们2个的灵魂遇见状况了哈。因为之前的灵魂状况是看的就是有点失败的恋情，这次好像缘分再回头啦，再有来看一下你们的灵魂本质有什么方向感，未尽事宜、未达之境之类的哈。你们的灵魂还是有一些阻碍没有清除啦，所以这一次再来还是会有一些，也没那么顺。有一些新的东西，可能是之前相遇的时候有些没有了的内在的一些情绪，这一次要在沟通上要解决掉了哈，不然很难在这一次机会上好好的在一起。记得这一次你们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盲目的直觉，会觉得说就是这个人，记得要相信哈。看起来很盲目，怎么说呢？就是你会有一种直觉，觉得就是这个人，跟你的朋友说，你就喜欢这个人，你就对这个人有特别感觉，你跟你的朋友讲，然后你的朋友会认为说
哪里来的？你怎么会觉得？你会说不出为什么？这个就是里面的盲目的灵性直觉出现了。这里在讲的，所以你们的相遇会有这个盲目的灵性直觉，没有理由的，没有逻辑的，你就心里就很笃定，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今天白讲的这个人，你会很笃定这一个就是这个爱情要出现的人，即便他那个时候风评不好，或是别人对他的赞赏不好，可是你心里就笃定就是这个人是最适合你的。但是那只是别人看到他的表现，跟你内在的灵魂跟他召唤所连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我在讲说，不要相信他原本在你认识他之前所有的表象跟语言，你要真的认识他，就会知道说这个就是那个灵魂在召唤的那个，你们绕了一圈，之前失败了，这次要再修一次的这个人。你内在的直觉会很强，记得强了出现了就把它抓住。这边讲的啦，讲错讲反了，是这边讲的。还有记得你们这一次这个时间内算是最靠近的一次，接下来有可能再偏离再偏离可能要再绕一圈所以下半年有感觉比较好的，要试着交往看看，要试着接近，不要太害怕因为可能以周期的旋转来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区块。来，我再看这个，看看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提示这边讲了，你看这边讲的跟这里是符合的，在说你在认识这个人之前，会听到一些跟他本质上不符的一些讯息，可能谣言或什么。他本质上不是这样，这里讲他本质上不是这样，因为这边在讲的是那些讯号会消散，谣言会消散，它的本质不是这样，它的本质是这边你要看到的。记得那个直觉很强。那再来是这章，这章在提示说，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会发现你们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有很强的差异感。但是接受了之后，就会发现其中的礼物。接受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们其中的相似、相异的相应的东西。但是前面那一块迷雾跟误解会被有很多杂事跟外在能量影响。记得内在一直在提醒，内在直觉很强。你相信是他就是他因为这边有在讯息有一个展现出来是，他会展现给你的，跟他展现给别人的好不一样。必须你靠近了，或是你靠近的时候，他才会展现给你。记得要感觉一下这一组蛮需要你发现他的直觉因为你们两个也在附近成为 NPC 有点久了啦。我觉得从前面牌看起来都觉得只差认出彼此来3张好了，这么近24，我看一下其他牌的提示，如果以工作上面的角度来说的话，他算主管阶级，算是你的上司阶级，层级比你高一点，或是他是不同部门是领袖阶级、主管阶级，很多人在听他的。还有他人蛮好的，他即使人蛮好的，很慈悲，很愿意奉献牺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跟他的评价这些不同。也许他是一个严厉的人，可是我这边没有看到严厉的人。不过这边可以从这边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内在思维跟大家比较不同的人，他会有一些比较另类的想法，他会提一些比较特别的想法，所以可能会带给大家很多的麻烦，所以他可能人缘不好，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个麻烦的角色，可是他其实内心是一个牺牲奉献的人。他有领袖魅力，我只能在这边提你，他的本质上特质有这些。那如果在工作范围里面的话，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去思考，他是这个人。在朋友圈也有啦，可是，在朋友圈里面，他的好的本质在这边讲好的比较难发现，所以这一组比较多的确实是在工作环境里面遇到，但是他不一定是你的同事。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介绍案子或是合作的时候出现。我还有一件事我常常讲，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个工作能量，他有可能是在你们同大楼或是同一个商业区里面的人。他为什么要提示这个人？因为他有可能是你常看到的人，可是他是处在 NPC 的角色，但是其实有重复出现，但是可能还没有那么累积出印象，所以没有办法认识彼此。所以照前面的牌，前面的指引星的权杖10的牌，看得出来一件事情就是。你们中间有一个指引你们相认的路，那一个路径上是金币国王，会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更有权威感、更有能力的，可能在工作环境里面的人，会成为你们搭桥的人，可能是他的朋友然后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介绍，然后让你们两个认识，有可能有在这个，但是以现阶段来讲，那一颗指引星下面前面有雾，所以是代表什么？那一个帮你们搭桥的事情可能还没有出现，那个搭桥的人他现在还没有那个 ID， 也要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还没有，所以要再等一下，就这样好，我觉得大致上就这样就这是全部的讯息的牌你再期待一下了，我觉得他没有很远了。好，乐观的期待一下，大概这半年，我觉得最快，我刚说45天之后，它会出现在你的视野里嘛？认识视野已经在2个月前已经出现了
好，那就这样哈，那谢谢你来听哦，很长哦，谢谢你哦，祝福你。